近日，关于阿根廷方面爆出枭龙采购文件的消息在网络上面沸沸扬扬。根据美媒报道，阿根廷方面现在表示，什么时候购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战机为时过早，此事仍有一定的变数。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关于阿根廷方面爆出枭龙采购文件的消息在网络上面沸沸扬扬。但是根据美媒报道的最新消息，阿根廷方面现在表示，什么时候购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战机为时过早，被外界分析为此事仍有一定的变数。因此，现在国际军火是市场上中俄美三国的战机都有可能成为阿根廷空军的新选项。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虎妞认为，由于英国侵占了阿根廷的马岛，而英国担心阿根廷获得先进的武器会对马岛的英国军队造成威胁，从而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技术限制，拼命地阻挠阿根廷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先进飞机。西方国家顾虑与英国的关系，因此只能拒绝提供给阿根廷先进战机。而中俄两国则没有这个限制，这两个国家使用的主力战斗机基本上都是100%采用本国的技术制造，因此不会被英国的技术限制。在南美，俄罗斯的苏30战机已经装备委内瑞拉，其他的诸如米系列直升机也装备了其他的南美国家，而目前俄罗斯主推的米格35系列战斗机也可能是枭龙战斗机外售阿根廷的主要市场。这应该是中俄首次在较为先进的4.5代战斗机军售领域进行军贸竞争。那么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相比俄罗斯的米格35战机性能几何？我们有这个能力击败俄国先进的米格35战机，并斩获阿根廷的军火订单吗？枭龙是中国歼20总师杨伟院士的早期作品。枭龙是一款以空中作战为主、对地攻击能力为辅的单座轻型战斗机，也有双座的教练型号。这种飞机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同期的先进水平。更加重要的是，造价便宜和易于生产。我国曾经帮助巴基斯坦建立过一个完整的生产线，而巴基斯坦的工业水平相比印度甚至还有些差距。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协助巴基斯坦建造一个完整的生产线。可见枭龙的制造工艺水平非常简单，因此枭龙适合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工业体系尚不完全、资金拮据的国家。而俄罗斯的米格35战机则是老牌设计局米高扬在苏联解体后的最新作品，1996年代公开正式亮相，实际上就是老式的米格29支点战机的改进型号，机身采用了大量的先进设备。俄方宣称，米格35战机的综合性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前辈米格29战机。发动机方面换装了新型的 LD133矢量发动机，此发动机的推力达到了98千牛，可以适应恶劣地形机场的起降情况。不光如此，该机加装了新型的 IRST 红外跟踪系统和甲虫有源相控阵雷达，雷达红外的探测能力相比米格29有了质的飞跃。按照俄罗斯官方的数据，米格35可以对160千米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探测，并且同时攻击8个锁定的空中目标。使用的 R77空导弹射程40至90千米，航程也增加至1500千米的范围。虎妞认为，虽然米格35战机作为米高扬设计局新世纪战机的集大成者，被俄方给予了厚望，但是虎妞不得不说，在关键的设备上，这款战斗机还是不如我国的枭龙战机。现在枭龙战机的最新型号为3型，3型枭龙内部的机身设备进行了一次丝毫不亚于米格29变米格35的大换装，机身内部的航链、火控、屏显、机载雷达全部换装新型设备，其中有部分据传是和歼20一样同款的装备。3型枭龙的雷达探测距离达到了200千米以上，并且搭配独有的霹雳15E远程空导弹，可以在145千米的距离上对敌空中目标展开超远距离精确击杀。因此在空战能力上，3型枭龙的性能是完全超过米格35的。而战斗机最重要核心硬指标就是空战能力，其他的再厉害也是锦上添花。说起来，俄罗斯之前拿米格35到印度竞标战斗机，但是一向好忽悠的印度空军还是最后把米格35踢出了局。而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就恰恰装备了大量的枭龙战机，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很能说明一个问题，
即米格35是真不行，连最不挑剔战机的印度空军都不要。当前米格35目前只有俄罗斯空军象征性的订购了几架，在国际上并未有任何国家购买。而中国的枭龙系列战机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范。虽然中国空军没能装备，但是周边的大量国家都装备了此型飞机，订单总额早就超过了160架，并且在实战中也检验了自己，而且造价仅为西方4代半战斗机的50%。因此虎妞认为，在各方面都占优的情况下，枭龙无疑是阿根廷空军的最佳选择。俄方的米格35很大概率会再次的铩羽而归。